嗨，图表又來了啊！图表給大家做一做今天盤後的一些總結啊和分析。今天盤前呢出了一個大消息啊，就是財政部呢又開始宣布擴大要回購債券的規模啊，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盤中數字貨幣暴漲啊，然後收了盤還在一個勁的往上衝。現在這個 ETH 呢還有點回落啊，高的時候今天一天漲了20%啊，然後 BTC 也是漲了。高的時候漲了8%啊，基本上現在是這麼樣一個情況。那麼今天比較重要的兩件事情呢，是債券拍賣啊，還有一個是聯儲的會議紀要啊，這兩個東西比較重。先說一說長債的拍賣吧。20年期的這個長債拍賣呢，今天還是一個比較穩健的一個水平啊，就是你也不能說它壞啊，就是中規中矩到略微偏軟的一種狀態啊，沒有引發劇烈的波動的重大超預期啊，但絕對不是一個弱勢結果。但是大家要注意，今天這個拍賣結果有可能是因為這個盤前宣布的這個事情所帶來的一些影響啊，但是這個拍賣結果呢，終端買家合計購走了87%的份額啊，就是使得一级交易商的被动承接比例只有12.5%，也就是说交易商没有被迫大量囤貨啊，對二级市场的机器抛压就比較小，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購買力還是很強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海外的一些市場在購買啊。大家注意，這個是20年期的債券啊，今天拍的是20年期的。怎麼說呢？一般來說，我們還是看10年期和30年期比較多啊。20年期呢，因為歷史原因中間停了一些年，後來才又恢復了啊，所以，但是在現在這個大背景下，這個20年期的拍賣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拿出來講一講。因為很長時間沒有去講這個債券的拍賣的一個事情了啊，只是最近這個債券收益率又上去了，然後再加上今天盤前這個財政部又說要擴大回購的這個事情啊，然後就是直接干預了債券啊，就導致了今天債券就直接跳水了。20年期啊，今天就全線直接跳水啊，這個跳了2%啊，今天，然後30年期的也是跳了1.84%，20年期呢，因為今天剛好拍賣，所以會跌得更猛一些，就是市場還是有一些壓力的啊。然後重點說一說這個美聯儲的會議紀要啊，會議紀要呢我就不去一個一個翻了啊，大家想看呢，反正這個聯儲的網站上都能下得到啊，就是大家自己下了去看吧。我說一說我的一些觀點啊，首先第一個我的一個觀點現在就是聯儲的會議紀要給出來的東西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往後的路徑就是一種加息加上溫和擴表的一種狀態啊，就是還是處於一種很矛盾的狀態啊。大家記得就是在沃許上台之前，其實他給的指引是降息加縮表，對吧？但是現在可能是由於整體的這個情況呢，確實沒有辦法啊，結果被迫走到了一個加息加上溫和隱性擴表這麼一種狀態。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第一，大家注意這個聯儲的會議紀要裡邊第一次出現了分歧很嚴重的事情，這個是在鮑威爾時代是基本不可能的啊。現在呢，反正就是打破了這個所謂一團和氣這種狀態啊，開始分歧比較嚴重，然後呢，整體的是偏鷹的，也就是說有3位是投下了一個加息票啊，這基本上是這麼樣一個節奏啊。那麼整體的價的維度呢，就是緊縮加碼，就是加息路徑。由於這個 PCE 通脹仍然在3.7%到4%啊，且低原溢價未退啊，紀要直接表達了若通脹不回落，必須進一步加息的傾向啊。實體融資成本維持高壓，通過抬升短暫利率政策與實際利率壓制總需求與高估值資產啊。所以今天這個高估值的一些票還是在跌啊，我估計看明天怎麼樣一個情況吧。但是現在就是基本上一種很矛盾的狀態，就是又有一邊是加息，一邊又是技術型的溫和擴表啊，就是儲備管理加上短久期化，這個東西就是我也不知道市場會怎麼樣去解讀，所以怎麼樣走我現在也不敢說，我們只能等明天看啊。今天晚上這個華爾街也好啊，或者這些大機構開完會啊，他們研究完才會確定明天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當然換作是我自己呢，我是覺得問題不大，可能股市還是會持續的一種上漲啊。就是他現在給出的這種技術型的溫和擴表啊，不是2020年那種壓低長期利率的量化寬鬆，而是一種流動性兜底與期
期限結構的置換量化緊縮完全停止國債本金100%滾动再投資，不再進行被动縮表，这是其一。其二，技術性买入技術性净買入，就是既要明確指出正在開展儲備管理購買入短期國債及3年期以內的國債，以確保銀行體系準備金維持在充裕期間。這也就是說，真正你想借錢，企業想借錢還是能借得到的，但是短期利率有了一個非常顯著的抬升期限重构 MBS 和 T-bill， 所有 MBS 回流資金全部单向投資到 T-bill， 主動縮短美联儲資產端的加权久期。MBS 是什麼？是房地產質押貸款房地產質押貸款現在所有回流都投向 T-bills， 也就意味着美国的房地產可能又要出現新一輪的上漲，因為可能貸款利率又要往上走了这個是大家要明白這麼一件事情，因為政府把 MBS 抽走了，市場裡邊的資金不多了，好吧，是這麼樣一個情況。那麼為什麼出現這種組合呢？隔離市場摩擦，美聯儲吸取了2019年9月回購市场流動性危機的教訓，利用購買短債直接向貨幣市场注入隔夜超短流動性平衡，平抑回購利率波動，避免銀行間準備金摩擦引發金融性的風險。第二呢，就是沃什的政策烙印他長期反對央行干預長端國債曲線及信用利差，通過只買短債放開長債定價，維持了高利率壓制通脹的信號，又確保了銀行之間金融體系不發生的一種流動性的斷崖。所以現在走出了一種更詭異的跡象以前詭異的跡象是降息加上縮表，現在變成了加息加上溫和的擴表這就是前後矛盾了。那麼這個就會意味着短端利率會走強短債企業發短債的絕對成本會變得極高，短債基由利率政策錨定美聯儲買入 T-bill 只是為了維持銀行間準備金的充足水平，防止回購利率出現流動性擠兌，但短端利率 EFFR、SOFR 依然被死死錨定在 3.5 到 3.75 的政策區間，且市場已經進一步加息預期9月份加25個 BP。那麼現在的情況是根據 FedWatch 的這個概率呢，根据 FedWatch 的概率，9月份加息的這個概率只有 32.7暫時還好但是還有1個月誰知道對吧？還有1個月誰也不知道到時候再看吧。好吧，這個是今天的一個東西。那麼對於大家比較關心的，首先 AI 板塊呢，就是應力驗證期的一個對於大家關心的一個 AI 板塊AI 板塊呢這個大概率會是一個利空的狀態就是估值泡沫警示。紀要特別提示了美股股權風險溢價ERP 已經降至了接近互聯網泡沫時期的極低水平。AI 基礎設施相關企業估值過高這是其一。其二，融資與信用利差走擴超大雲服務商比如說 CRWA、NBIS 這些信用利差擴大，部分 AI 資本開支依賴私募信貸和槓桿融資，加息預期抬升將顯著推高其資本成本第三是實際利率上升就是可能會加息嘛，然後這種對高估值長久期的這種成長性科技股企業形成貼現的壓制整個估值可能会被殺第二呢，对消費板塊呢基本上是利空就是 K 型分化，中低收入又承壓了，因為消費貸可能會漲價這個大家要注意。唯一支撐點是高收入人群的消費受前期股市財務效應支撐呢但是整體必需消費品的板塊的需求和利率也是雙重擠壓。工業板塊中性偏多這個是我的一個解讀然後呢我們說一說就是接下去這些獨角獸大模型廠商比如說 OpenAI、Anthropic 估值與融資天花板壓制所以這麼着看，如果這兩家不趕快上市的話，可能趕不上一個最好的時間點了但是自身現在不管是 Anthropic 前天這個小作文放出來不達預期也好，還是 OpenAI 最近連上市的聲音都沒有了是吧？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況，我們再等等看。那麼對於這種高槓桿算力雲基建的 CLWA、NBIS 這個精準踩中了基要警示的流動性痛點這兩天這幾隻票是在大跌的大家注意一下。雖然盈利這個財報過了之後暴漲了一下那天暴漲了20%然後短基本上跌回來了对吧
後面我估計明天这個板塊還要跌啊，包括 NBIS 也是要繼續跌，NBIS 今天跌了10%，明天估計也好不了，好吧？因為這個確實踩中了基調警示的流動性痛點。那麼現在整體的就是說，銀行間的流動性不會少，但是借給他們的錢成本會越來越高啊，就是再加上槓桿啊這些亂七八糟的，最終肯定是一種產業洗牌啊，那麼或者被大公司收購啊，這個就不好說了。那麼從今天的所有會議紀要來看，下一步交易的重點企業可能是真現金流比較好的企業，所以你不得不服老巴啊，不得不服巴菲特。巴菲特押注的科技企業 Google 裡邊Google 是现金流最好的。虽然 Google 現在也出現了一些自由現金流為負的情況，那是因為它資本開支，但是它的真正的現金流自由現金流是這個營業現金流是非常不錯的啊，這個大家還是要注意，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巴菲特的眼光，對吧？他甚至已經摸到了美聯儲下一步會去怎麼走啊，沒去押注這些所謂高估值啊、這些市夢率的這些企業，好吧？這個是今天會議紀要的一個東西。那麼今天盤面的東西呢，我覺得就沒有必要太多的去解讀了。今天反正就是一個橫盤的狀態，我就不去解讀了，我們就等等明天再說了，好吧？等明天盤前和盤後，我們再看明天市场整體對於這個會議紀要、對於債券回購的這種影響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好吧？這個沒有說數字貨幣啊，數字貨幣說一下，說漏了。數字貨幣呢，今天的這個誘因啊。數字貨幣的這個誘因呢是美國 SEC 監管的新進展啊，就是市場情緒在短時間之內徹底反轉。由於有消息稱SEC 的一個工作組通過了一項關於加密資產監管的框架提案，利好邏輯。該提案被市場解讀為監管層開始為數字貨幣提供明確的合規路徑和安全港，極大的降低了機構參與的政策風險溢價。市場解讀呢，長期懸而未決的合規不確定性是壓制幣價主要原因。該消息的釋出呢，直接促使了場外機構資金快速入場掃貨，引發聯動上漲啊，包括了這些空頭擠壓、槓桿資金加速。其實這個事情，我前2天我在這個我們的會員群裡邊，我就跟大家說，這個數字貨幣已經被壓到特別這一小段已經被壓到一個波動性已經壓到極致了，從來沒見過這麼低波動的一個數字貨幣的一種狀態，壓到了極致。就是簡單的說，你如果看布林带，你會發現那個軌已經走得非常非常窄了，所以肯定要出方向，就是不知道是多還是空，对吧？那只要但凡有一點點消息的影響，肯定就是這種暴拉啊。今天 ETH 簡直漲得瘋掉了，好吧？就先說到這裡啊，其他的盤面上的東西我就不去說了。今天盤面沒什麼東西，今天重要的就是這些事兒好吧？大家明天早上再見啊，拜拜。